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是我的米酒开酒日。之前不是录了一个教大家怎么样去做那种带酒精的就成人可以喝的米酒啊，成人可以喝，小朋友不能喝。然后是上个周末做的，所以今天已经星期五了哈，差不多5、6天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就开酒看一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备一个勺子，可以盛酒的勺子，然后一个空的罐子啊，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消过毒了，因为之后那个酒滤出来之后呢，要放在这样罐子里面，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然后还有水，就比如说你有矿泉水啊，或者是烧开的凉白开，那我准备了一锅水在这里已经烧开了。先给大家看这个酒罐里的酒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呢就是2个酒罐呢，这个呢你看它这一边的是属于那个放麦芽比较多的，就是韩国米酒啊。我都是在前3天搅拌之后呢，就把这个盖子给拧紧了，然后就是一个无氧的一个出酒的一个状态。那本身呢，它是先比较白，就像那个米汤一样白，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过几天它就变得稍微轻一点了。那这个呢，还是处在一个看到吗？这个里面的颜色还是有点像米汤的这种白色。这个放的是黄酒。那我今天打算，因为这个黄酒我第一次做，而且黄酒应该可以发酵的时间更久一些。那我今天打算呢，把这个黄酒稍微滤出来一点点，尝尝它的口味。如果还不够给劲儿的话哈，我就打算再放它一段时间。那我今天呢，主要是把这个已经是完全差不多了，把它给滤出来。这罐呢是蜂蜜酒啊，今天呢顺带给大家做一个蜂蜜酒，准备了一个干净的一个空的罐子，顺带让大家看看非常简单又好喝的蜂蜜酒的制作过程。首先准备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容器，滤豆浆啊。超市里面有卖的这样子的一个布袋子。之后呢，因为这个酒呢，它没有什么甜味，如果大家喜欢比较甜的话，还可以加一点白糖。我看他们韩国人都是加白糖。那我自己呢，我试了试，你可以加点白糖，也可以加红糖。那我自己觉得加红糖的口味更好喝哈，我比较喜欢红糖那个味道。那首先呢，还是把它先给它搅一搅。这个酒精的味道应该很浓了已经。OK， 接下来洗个手，把手洗干净。完了之后呢，把那个手上如果有这个擦手油啊或者什么的油脂，尽量不要让手上有任何的油脂。洗干净之后呢，或者是你戴个手套也行。我比较喜欢用手，因为这个带着每个人身上的一个酸碱度和一个温度，其实对这个米酒都是会有影响的，很重的，全部倒出来。哇哦，看到了吗？下面带的奶白的，全部都是米的精华。OK， 你去用手来挤压，最原始但是最高效的方法。之前我有试过就是直接多滤几趟多滤几道，但是还是没有用手滤出来的这个酒汁多。你去拧这个米的时候呢，就手感就能感觉到它已经完全变软了。就是非常软烂的这种状态了。哎呀，你滤出来之后它会非常的浓。也有人喜欢在里面加蜂蜜，反正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口味吧。不喜欢甜的，就喜欢这种单纯的酒味的话，不加糖也是可以的。这个你看人家这种挤完酒的、滤完酒的这个小手哈，长期这样滤酒，这个手就会白白嫩嫩的。尝试酒精浓度，我们家也没有任何可以量这个酒精浓度的，全靠我的嘴来尝出来。这个酒精有点高，有点给力，我就会稍微加一点水稀释一下，然后呢给它放一点糖。今天呢我们放冰糖或者是红糖吧，先尝一尝。It's really good。你不能喝 I just mix it。找了一个工人过来帮我搅一搅。这种纯正红糖，反正就在超市里面买的。这个里面它有的时候会结块。对，这个红糖跟这个老外那个红糖是不一样啊，就那个 brown sugar 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一码事儿。大家最好还是买这种甘蔗的糖。这个结块你放在下面呢，它沉淀一下，然后它自己发酵，它就把这个红糖给解开了，慢慢的就溶开了。放一点点就行了。一点点，对，因为酒比较多嘛，
不要放太多。你没有见那种韩国人他们放那个白糖的时候，我的天呐，哎，真的跟这个喝糖水似的。我要弄啊，你要弄，你用这个吧，这个比较好搅。OK。对，你看它就是放完红糖之后呢，这个颜色就不是那么漂亮了，就没有那么白，要像奶茶。是不介意里面有一点点小渣子啊什么的。这样子还这样子。这样子加进去 ，It's so good。加完那个水之后呢，就明显感觉到它这个酒精度数就降低了很多，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它就是越放呢，它的酒精度数越高，即使它米已经就是它的那个酒糟已经滤出来了。我这个差不多装了有3升，因为这个瓶子是1加仑的。如果你是不想酒精浓度特别浓的话，你就觉得酒精现在差不多的话，可以把它就放在冰箱里面。即使放在冰箱里面呢，它还是会发酵的。虽然说它温度低，但是会发酵比较缓慢。如果你是想酒精浓度高一点，你可以这样的情况下再放在室温放个1-2天之后再去放冰箱里。当然了，你今天就可以喝了，现在立马就可以喝了。这还有一点点，把它喝了。这个是黄酒的酒曲，哇塞，这个也很浓哎，闻起来。Don't stick your hair in there。这个呢，我打算就尝一点点，干净的勺子舀一勺尝一尝。哇，这2个口味完全不一样，这个会有一点点的酸味，这个酒精也是有的。我认为这个还可以再放2天，1周左右吧。到下星期再把它给滤出来。我对这一次黄酒的这个发酵真的期待值是蛮高的，味道确实不错，但是我认为还可以再去放一放，再等2天，应该是口味更好。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制作蜂蜜酒。蜂蜜酒呢，那就更简单了，哎呀，就不用连饭都不用蒸了，大家只要家里有蜂蜜、有水，加一点点酿酒的酵母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一样准备一个空的罐子，这个已经消过毒了。然后呢，就是冲蜂蜜水，这一步大家就不用我教了哈。我用的是这款蜂蜜，这个就是 Costco 买的大罐的蜂蜜，它里面是雪蜜。那我们就把这个蜂蜜舀到罐子里。这口太小了，不是很好舀。1到1.2杯到1.5吧，1个半 cup 左右。然后加水，很简单，这个东西真的是又好喝又简单。好，差不多，不要完全加满。我这个水是烧开放凉的，稍微有一丢丢的温度。说白了就是一个比较浓的蜂蜜水。这款酵母，酿酒酵母，它是专门可以酿蜂蜜酒甚至酿啤酒用的。大家在 Amazon 上就可以买到，可以先截个图。这是加拿大魁北克产的，应该是加拿大品牌的产品其他哪里都有，国内应该是些小的玩意儿更好买得到。放1包有点多，放半包吧，半包就可以了。一会儿可以再做1瓶。盖子把它盖上，这种盖子比较好处就是还可以摇一摇。前2天也是稍微把它打开一些，不要粘太紧。反正这个有个这样盖子盖着也行，稍微把它搭在上面，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小朋友有时候手挺贱的。前3天稍微松一点，然后呢把它搅拌搅拌，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前3天就这么摇一摇就可以了。过了3-4天之后呢，就把它给拧紧，放在阴凉的角落发酵个1个月左右，是最好的。就是你看它现在是不是浑浊的？不管你这个用的是什么蜂蜜，可能都是有不同的颜色，这都无所谓，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其他也没有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它就应该是本身蜂蜜的颜色，但是每个蜂蜜它颜色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但不管怎么样，差不多1个月之后呢，这个颜色就会变得很清，它可能还会有颜色，比如它有黄色或者是棕色，但是它是一个清的透明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喝。我刚才过滤出来的，你看它很明显，就是如果你放的时间有点久，就比如说我这个次已经放了1周的时间，所以它这个清的就很快就滤下来了。然后你喝之前呢，你要确保先把它摇一摇，摇匀，或者你喜欢喝上面清的也是可以的，反正都是可以喝的。你把它摇匀，摇匀大家要注意，就是你如果放冰箱里它会产生气体的，你就可以把它时时放气放气。你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可能换成白色的话，整个的质感会看上去更好。真的很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今天的视频啦，如果大家喜欢此类抗老养生、内调外养的视频呢，可以先关注起来。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